野生Cybertruck 野生的Cybertruck，哇！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头巨兽真的在马路上奔跑的时候，我真的是无法掩盖心中的悸动。那时候大家一窝蜂的追逐，你看那堆人在拍它。但是等到第一批 Foundation Series 出场的时候，整个市场的反应真的是不然这一期我们来分享到底为什么我们不买的原因。开始之前呢，你以为我是要你点赞订阅频道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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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是想要表达我们对全部购买 Foundation Series 与抢先订购提车的人，感谢他们当盘。我是说感谢他们对特斯拉的支持，没有他们，后来的人怎么能够享受特斯拉带来的美好生活呢？好啦，我先整理一下我在网络上看到别人对这台车的评论。首先，这台车的容量对于只有2个人的我们有点太过度。我看到很多人给正面的评论呢，都是因为他们家有小孩，出远门远足时可以载的物品显然比其他的特斯拉车款更加自由。由于车体的关系，对于在大都市生活又在许多老城区活动的我们会很不方便。很多巷子太小，甚至有一些区域因为吨位的问题无法进入，找到可以停的车位几率大大的减少，甚至很多家里的车库也停不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外观的问题退避三舍，这台车太过显眼，太容易引起注意。也有人因为某些因素把情绪转嫁给车主。虽然它的外表新奇又耐照，但很容易捕捉指纹，也会生锈，势必要常常花时间擦拭，不然就得加强它的表面。几乎大部分的车主都会贴膜，看起来就是不得不花更多钱去保持外表。巨大的雨刷、挡风玻璃，还有车胎要花比一般车子更多的经费更换，保险也会比较贵。我们本身除了滑雪、偶尔搬家具，没有什么活动需要皮卡的话，这样的持有成本是要考虑值不值得的问题。也有很多人提起它设计不好的问题，像是后视镜会卡灰尘，但没有喷水设备；雨刷刷的方向，打开卷门雪会掉进去。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凹槽很容易卡土和雪啦，那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清理，而且也不太能够自己在家清理，得到有专门设备的地方去清，不然就是要忍受被刮花车的风险进隧道啦。更重要的外观设计缺陷，就是那些本身是皮卡使用者所提出的观点，像是也许车体可以再更加坚固，拖载物品侧径不够延伸，更有主升3代都是开皮卡的特斯拉员工认为这种三角形设计是很难装载货物。总结了这些人所提出的，我认为这台车看起来像皮卡，却不足以应付皮卡所需要做的事情。杰克是第一批 Cybertruck 的车主，他有一个频道叫越来越美，也有另外一个频道叫 RV Let's Go， 都有很多 Cybertruck 的资讯，欢迎到他的频道参观哦。但你不要问他我长什么样，因为我长得像马赛克。他这边一大片石头这样凸起来嘛，然后我走的时候感觉要陷下去，你知道吗？奇怪哦。接下来我要以自身使用特斯拉经验来分析，希望对你们的决定有帮助。刚才提到应付皮卡的需求，这台车目前只有317英里的电池容量。比起我预估要开离有超充站的主干道，并且在石头路上折磨50英里之后，野营2天所需要至少500英里的电池容量，实在是差太远了。我差点喘不过气来。有人分享拖了房车也只能够跑90英里，
这样一整天行程下来，去超充的几率大大增加。另外，325 kW 的特快超充还太少。虽然这台车满电是317英里，但所需要的电是125 kW。Model 3差不多里程只需要75 kW， 因此这台车充电次数既频繁又久。所以特快超充不多的情况，对特斯拉好的体验只会大幅下降。另外，它的用电量与我的理念不合，它比 Model 3需要更多的电力来跑一样的路程，只有2个人的我们显然不环保。它的设计像是雨刷与侧镜都与原型车不一样，破坏了流线曲线。虽然这对里程影响不大，但原本说好的切一半方向盘呢？再说，虽然目前我们没有很多活动需要用到皮卡，但我们希望能像 Model Y 一样睡在车上。它虽然宽敞，但也只能够坐5个人。那为何不选更豪华的 Model X， 或是更经济实惠能睡的 Model Y 呢？这台车不只是车身重，连门都很重。他们没有设计自动开关门，再加上车身高，我无法想象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开关车门，并且爬上车。这车门真的很重。跳下车还有可能会扭伤脚的情况，每次出门都要上演一次。自从我们买了 Model 3，我就很少再用方向盘了。但是这么大台的车在老城区狭窄的街道里 ，FSD 应该不能够使用，所以我得常常自己开。较大的转弯幅度，再加上车轮大，势必要花很大的力气。如果我现在买了就马上后悔的话，能够接受的人应该也不会喜欢太高调的车型，也不会是广大的皮卡使用者。而且特斯拉就是这样啊，尤其是早期接受者都得经历这样的局面，那就是卖掉的时候价钱都不太好。说回老城区，很不幸的大城市治安不太好，它的秘密空间像是半开放式的，让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前车厢一打开来，马上就可以让人看到里头的东西，应该也很容易掉出来吧。哎呀，不管了啦，我不觉得这台车会带给我们频道有更多流量，因为受众太少了。欧洲很多区域都不允许大吨位的车，亚洲国家也鲜少有这么大吨位的皮卡。如果这台车不缩小一点，可能过不久就停产了。还有我更不想看到的就是有可能破坏我们在网络社群与其他人的和谐。以上是我在网络上看到其他的使用者指出的观点，然后再加上我这个没什么开大车经验的旁观者，试图去分析他们提出的观点与我自己预想会有什么状况的整合。那我倒想看看6个月后我的想法会不会改变。到底网络上讲的与没有车的人凭空想象，还有那些试驾1小时、1天或1个礼拜所讲的与现实到底差多少？我们频道的新成员肖伯 Truck 我们的频道不代表官方，也没有任何商业上的赞助，所以纯粹就是一个普通人，然后一个车主的经验分享啊。然后我们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推广电动车还有自动驾驶。我们也很高兴能够帮大家分析特斯拉是不是适合你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或是你们适合哪一种车型，或是帮大家解答问题啦。因为这些年来唯一的赞助，神所派来的任何人事物，丰富了这个频道，也是他使我能够继续的维持这个频道。
这个车呢，我连开都没有开过，基本上我没有试驾啦。好了，有点恐怖，但我可以做到。看 ，so squish。奇怪，我调好了，怎么都好像还是看不到嘞？这车子真的是很大台耶，我好害怕，怎么办？真的是我第一次开这台车，真的是很恐怖，我好害怕。哎呀，我会不会撞到了？我不知道，那会不会撞到？你要先走前面一点。走前吗？走直吗？哎呀，好恐怖哦！可以吗？可以，我这边老师说我看不到啊。对啊，我就跟你讲，什么都看不到啊。啊，我害怕。它可以转得很是吗？哎呀，真的是，我的脚在发抖。哎呀，哎呀，我害怕。哎呀，哎呀，我害怕。嗯，他不给我等等。